这个马卖不卖？我要买几匹马，你们有卖没得？你们这儿有马卖没有？你们有马卖没有？你们有马卖没有？你们有马卖没有？有马卖没得？你们家有没有马卖？有马卖没得？你们有噻，我都一直在阿坝走。欢迎大家来到幻化10年。80多年前，山大红军主力相继通过我们面前的这片草原，去往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的人们谁也不曾预料，这支衣衫褴褛、时常饿着肚子打仗的队伍，最终会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并肩负起这个古老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后，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草原被命名为红原，而25000里的长征精神伴随着共和国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过去的几天，我们深入草原腹地，为我们即将踏上的重走长征路的旅程购买马匹和勘察路线。如今的川西北大草原已经不同于1935年红军过草地时的模样。我们通过卫星地图看到，草原内部多了许多放牧的牧道。于是我们参照卫星地图设计了这趟从红原县城穿越到中央红军过草地时的起点毛尔盖地区的寻路之旅。在进入草原之前，我们先去了趟红原县城的牦牛交易市场，去那里打听了一下市场上的马匹价格。这些马匹的命运大多数是被送往屠宰场，所以价格也都是论斤来卖的。他们告诉我，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大概是10几块钱一斤。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马匹的相关知识，更不知道什么样的马匹是好是坏，这些被关在笼子里的马都已经是被人预定了下来。如果你想来这个地方买马买牛，最好是早上过来，那时候附近的牧民会把马匹和牦牛拉到这个市场上来销售，要把这个牛赶到货车上去。这些牛啊，它还都不太愿意上车啊，大家看，怎么弄它都不愿意上。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了吧，全部蜷缩在这个角落。那像他们这边卖牛马的旺季呢，是每年的9月份或者10月份，因为到了那个季节的话，草原上的这些草都黄了嘛，那么动物没什么吃的了，所以那个时候牧场的主人呢就会把自己的牛啊或者马呀统一拉到这个市场来交易。那这个季节呢是淡季哈，卖的不多啊。出了这个市场，我们就正式进入草原。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询问沿途的牧民是否有价格合适的马匹出售。这一路上的路况非常糟糕，不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就是泥石流冲击出来的深沟和塌陷。好在我不是一个太在惜车况的人，所以即使我们驾驶了那辆3.5吨的房车，也照样当个越野车在开。如今这片草原上的牧民大多没有养太多的马匹，他们将主要的代步工具也都换成了这种越野摩托，好处是通勤效率更高，还不用像马匹一样需要投喂和打理，还得花时间去驯服。一辆大排量的越野摩托，无论是再高的山坡，再泥泞的道路，在当地人眼中都如履平地。一个牧民载着我到山上去看马，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车辙、非常陡峭的山坡上，我双手紧紧地拽着摩托车的货架，手心止不住的冒汗，到最后手都快拽麻了。中途好几次都想叫他停下来，咱们走上去算了。然而我看他走这种路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实在不好意思认怂。好在最终顺利找到了他的马群。4岁多嘛？4岁多，训过的还可以骑哈。可以。昨年子我一直在骑，今年子我一天也没骑。啊，今年子就没骑了。今年子没骑。中山那一匹，你说好多钱嘛？那个7000。7500嘛，7500就便宜点的话你自己。就是那个。中色那个。中色那个啊。这边的啊。那你白色那个卖多少钱呢？这个套着绳子那个。这个价格有点贵哦。这个价格贵。我自己给了3万3嘛，我自己给了现金。你给别人买的啊？我也别人买的。你买的种马是不是？赛马的那种我。赛马的。这个棕色的，这个老乡说7500啊，可以，我觉得看着还可以。你7000块钱嘛？7000块钱嘛500块钱的你说。能骑嘛？问题是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又不会驯马，必须要能骑的。今年子我没骑过，昨年子我一直在骑。昨年子一直在骑。就是。今年子我一天就没骑过。那也不晓得他听话不听话呀。特别听话的那种也肯定，我今年子没骑过。7500块钱这匹马，体型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其实还是
挺合适的。唯一的就是不知道这个马到底听不听话，到底能不能骑。我们跟他说的是，我先到这边再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听话一点的马。如果能找到的话，那最好了。找不到，我们再回来找他啊，找他把这个马套起来试一下，让我们试一下。因为这种东西肯定是要试一下才行的。如果你买了马，然后这个马很不乖、很不听话，你根本搞不定啊。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不会驯马的，只能让他买那种听话的马。这一路上我记不得大概询问了多少户牧民，少说也有10几20户，得到的回答大多数都是没有，要不就是要价太高。而关于便宜的老马方面，这一代的人都不太愿意买他们的老马。我在路边遇到2个年轻的小伙子，原本他们同意把自家的老马以6000块钱的价格卖给我，结果还被放了鸽子。被刚才几个小伙子放鸽子了啊！他刚才跟我说他上山上去赶马下来，把他的老马卖给我6000块钱。然后刚才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爸爸不卖了。嘿嘿，这些年轻人呢，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吧？说要卖，结果呢是吧？他爸也不卖，所以这种东西呢，怎么讲呢？宰卖爷田不心疼，所以很多年轻人他是愿意卖的，但是老一辈的就不愿意卖了。他们这老马他们都宁愿放生，他们就不愿意卖。大家看啊，其实草原上现在也是有小卖部的啊，这是个小卖部啊，同志们。草原上有小卖部的哦。这一带草原上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1、2个鲜奶收购点和小卖部。而草原上的人们空闲时间都会聚在小卖部里消磨时光，因为草原上大部分地区是没有手机信号的，要想高效率的找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到小卖部里找他们。我们这一趟穿越草原之旅总共花了2天时间。第一天傍晚，我们在一个海拔3900多米的山坡上遇到一个藏族小伙，他一个人弄了一辆比亚迪F0作为自己过夜的住所，独自在这个山坡上看护自家的牦牛。因为他们这一带的牧场不像我们前几天去玩的那个牧场拦了铁丝网，他们是一个村或者一个生产队共同在一片牧场放牧，于是就需要有人看着，不能让牛跑太远，或者和别人的牛混在了一起。据他说，他已经在这个山坡上待了10几天，好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个信号塔，还能在车里玩玩手机，否则就更加无聊了。于是我决定把车停在这个山坡上过了一夜，让你们听听 F0的声浪啊。比亚迪F0的声浪啊，到处在响啊，像这种感觉，有异响了，有异响了，你这后面听起来后面哒哒哒哒，有什么东西应该松掉了。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是3900啊，3930啊，这里是经纬度。大家可以来耍一耍啊，就在这个山顶顶上。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们在开始吃早饭啊，跟那个小兄弟，藏族的小兄弟啊，扎西德勒啊，他的营地是他的辆 F 弹啊 ，F0啊。吃完早饭，小伙为我们表演了一把他的车技，我们也借此机会试骑了一下他的越野摩托，体验了一回在草原上飞驰的感觉。咱们今天来尝试一个地狱级的副本。征服这辆铁驴，我是从来没骑过这种越野摩托的啊，而且它这个越野摩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合断掉了，大家看。那么就有人强行干了，坐高有点高啊。来，走你，走你，勾上去啊，勾上，勾，好，着了。
骑完摩托，我们和小伙告别，继续穿越草原。一路上，我还是一户一户的去到人家里面，和他们打听马匹的信息，了解草原的生活状态。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这回重走长征路，不仅仅是要追随红军的脚步穿越草原，继承和发扬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我还希望记录下沿途牧民的生活状态。关于这趟驾车穿越草原之旅，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徒步重走长征路的可行性，但买马的任务却没能如愿完成。除了那匹7500块的马匹外，我们就没找到其他合适的马。另外，我们这个活动的招商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天已经是8月2号了，我们的长征之旅还没开始，就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事到如今，这个活动的经费还是没有任何着落。就像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留言所说，感觉你这个活动大概率是干不成的呀。而我的回答是，不被嘲笑的梦想是不值得去实现的。我们之所以要重走长征路，就是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哪怕面对再艰难困苦的环境，也要不屈不挠，即使是扒树皮、吃草根、煮皮带，也要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从来不缺乏英雄事迹，但每当盛世来临，都伴随着精神文明的崩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内心的世界反而越来越空虚。前几天，一个博主拍摄的2舅的视频火遍全网。视频里讲述了一个正常人在突然失去健康后，如何坦然面对残酷的生活。人们在被视频里2舅的故事打动时，似乎都快忘记了，仅仅是80多年前，也有这样一群穷苦人家出身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几乎快没有了活路，于是就跟上了一群都是穷苦人家组成的队伍。他们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坦克汽车，他们用着最落后的武器，穿着满是补丁的军装，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每天几十架飞机的侦察轰炸，仅靠自己的双脚长驱25000里，纵横11个省，并最终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我们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已经很难切身体会到长征的艰苦，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忘记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无法参与到80多年前的长征，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时代自己的长征。关于我们的长征路，或许暂时不被大家看好，也没有其他的经费支持，但即使我们孤身一人在这条路上奋斗，我们就要轻言放弃吗？鉴于目前没有经费支撑的现状，我会先以个人的形式筹备出发这趟长征，同时也继续欢迎各位金主大大随时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到时候我们半路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的加入。